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美国的小老弟们啊，都被大家觉得说，哎，你怎么不顾自己国内的事情啊，都跑去了乌克兰？说的是谁啊？说的是尹锡悦跟这个杜鲁道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尹锡悦，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的暴雨新闻哦，最近在这个电视新闻上面来看到，非常的严重，已经造成了41死哦，甚至这个在这个隧道里头啊，很多车卡在里面。那现在已经算是所有的这些罹难的跟这个救援已经完成了，可是还是有非常多不幸的一些声音传出来哦。那现在尹锡悦才姗姗来迟啊，就是你还先跑去了乌克兰，然后被人家骂翻了，这韩国国内的媒体舆论也好，或是民众也好，大家觉得你到底是哪一国总统哦？然后现在才赶快跑去灾区视察。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韩庆北仑这个土石流的重灾区哦，那他去看这个老夫妇遭到活埋，他还讲什么呢？他讲说：“哇，好大的石头啊！”我看到这句话，我直觉就想到那个蔡英文之前问人家说：“哎，你看起来人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受伤，哎，你看起来很痛吧？”就是怎么都是这种样子的，怎么都是让人家觉得这种啼笑皆非的一种讲话方式哦。他7月17号搭乘直升机哦，抵达这个土石流重灾区视察，然后跟当地幸存的90多岁的老奶奶见面的时候，就说：“啊，我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脑袋里面就有那个几百吨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的画面哦。啊，我活到今天才看到有这么大的石头哦，哦，大家都应该吓坏了吧？”对，这就是他讲的话，我没有渲染。那再来，我们看一下13名乘客魂断地下道啊，甚至还有人家看到说，就是罹难者，或者是说还困在车上的人哦，拍摄的车上的影片，然后有人看到他自己的老妈妈，就是在那个画面当中被拍摄到，因为他们已经天人永隔了，然后看到妈妈就是困在车子里面啊，那其实那一幕看的是非常的难过，就是谁会希望自己的家人是遇到那样的状况呢？然后他竟然是透过别人的影片看到了妈妈生前最后的那一幕哦，那么难受，那么让人家心痛的画面，结果你看韩国的公务员去视察的时候还在那边笑，人家想说你这是冷血到什么样程度？有怎么样的总统就有怎么样的官员嘛，这真的是各国皆然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难道很有趣吗？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起鸡皮疙瘩。我们其实刚刚在看。我在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是很难受的。我实在是不懂这韩国的公务员怎么可以笑得出来。就是对比一下，你看看 G7 的议程哦，梅洛尼也是遇到了洪灾，然后他就提前离开了峰会。结果呢，还有人留在欧洲在 shopping 啊。这个金建熙哦，7月11号还被拍到在立陶宛狂买名牌，然后呢，尹锡悦是跑去乌克兰，在那边哦说什么要给你扫雷啊，给你支持啊，结果他自己国内有没有他的支持？没有啊，所以不要为了当马前卒哦，当美国的马前卒，真的是忘记了自己的同胞正在受害哦，所以难怪现在韩国的国内对于尹锡悦这个负评这个满载啊，然后连这一个什么声量啊，或者是民调啊，都逐渐的就是剧烈的下滑。那你现在看韩国的家庭负债哦，整体的负担跟负债已经这个速度位居这个世界各国的第2位哦。根据他们的央行的报告显示哦，截至2022年，韩国的 GDP 跟家庭负债比率是105%哦。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去年韩国家庭部门哦总负债本息比哦大概是13.6%，是全球主要国家当中大概仅次于澳洲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负担哦。还有呢，他们现在目前首尔的人口减幅也是各地之首哦。他们原本在2012年，也就是10多年前哦，大概有1000多万人，可是现在只剩下900多万人。而且还持续在减少，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所以他们现在目前施政好评度，尹锡悦的施政好评度已经到了只剩下35%，差评率是将近60%，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警讯。那再来另外一位小老弟，也就是这个加拿大的杜鲁道哦，竟然被捕捉到说在原住民的运动会上面被民众给虚报了，是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这样子虚他呢？就是因为现在加拿大野火燎原哦，然后烧毁了将近1000亿平方公尺的土地，已经创下新高，甚至有一些英勇的消防员因此殉职哦。所以他们现在这一次已经是10年前的3倍。然后呢，目前还有900处的野火都在燃烧哦，有560处处于失控的状态。我要想说，因为现在加拿大这一个山火肆虐，但是杜鲁道却在基辅，然后尹锡悦，韩国暴雨洪水也在基辅，所以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只顾着在国际上面、国际政治上作秀，但是国内政治上面却好像这个不闻不问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人也举旗抗议啊。那现在看到这个联邦政治讲到，这个杜鲁道在新民主党跟自由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也大幅下滑，现在反感度啊已经高达了快要60%，跟这个尹锡悦差不多，他是59更高，好感度剩下36%，所以这个应该怎么看呢？我们来问一下纪老师。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西方这种选举体制的一个最大的最大的问题的一个体现。像韩国这个总统啊，他不能连任，你知道，他只能当一届5任，5年1任，然后就下台了。所以啊，尹锡悦啊，选举之前啊，就是说啊，你们可以跟我讲话听不到的话，你们可以大声一点啊。如果再听不到的话，你们可以拍我桌子。这好像不是尹锡悦讲的，不过某一个人也这样讲了啊。那不过当选后行为都一样。当选后，我问过韩国朋友，我说你们要弹劾这个总统，把他搞下台啊，有什么办法？他说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像朴槿惠那个 case 啊，会最被弹劾，因为她有个闺蜜事件啊，闹了很多事情以后才被弹劾下台，最后入狱。可是大部分都不容易，所以啊，尹锡悦他本身又是总检察长出身啊，他懂法律，所以呢，他当选以后啊，真的老神在在啊，这个所有当选之前讲的这些承诺啊，都不敢是。那当选他就怎么讲呢？可以做他好官自为之，5年以后下台。那不过韩国总统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台以后入狱的比例大概是将近100%，到目前就是说只有文在寅还没有入狱哈。那这个是看他能够维持多久，就是不过他也是官司缠身啦。不过这个就是这种美式民主选举的产生领导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所谓美式民主这种西方民主政治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杜鲁道也发生这个情况，对不对？他在国内烧大火的时候，他也无所谓，他就照样在那边老神在在。所以你认为西方这个叫责任政治吗？韩国这个叫民主责任政治吗？当选以后，跟你讲，真的在下去选举之前，他根本谁都懒得理。像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例子吗？他已经又多少天没有跟记者见面了，对不对？最近参加他们的党的大会，穿一个冬天的这个棒球服，人家说，哎呀，你穿这个衣服会不会很热啊？他说冷气很冷，对啊，他每天都在冷气房里面啊，对不对？他穿一个大衣，他也不觉得会热，根本就跟人民脱节了。所以尹锡悦这个情况。真的已经说是任何一个负责人、一个政治人物的良知都没有了。他的太太在这个立陶宛的名品店连逛了很多家，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我有去逛，并不表示我有买啊。”对不对？那你明明是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坐着你的包机浩浩荡荡跑去。你去逛这些名品店，难道是干嘛？是考察民情吗？对，不可能的嘛。所以这些人比过去的君主还更没有责任。对，那个人修养差的话，最后就像尹锡悦这样，老百姓死了一地，他照样好官自为之。这个不止在台湾，不止在韩国，我们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他选上以后他就你拿他没有皮条。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体制已经不止在台湾出现，韩国现在也出现，加拿大也出现。不过尹锡悦没有搭云豹去了，还是比某人好一点。好一点。对，赖老师，韩国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啊。尹锡悦你在北约开完了峰会之后，而且你也不是北约的会员国啊，你只是被邀请说亚洲的伙伴国去了也就去了嘛。开完会以后你就回来嘛，
尤其是韩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天灾暴雨这样子下，然后土石流，而且呢也看到了淹水淹成这样，灾难已经开始在发生了，悲剧也在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跑去乌克兰，还要跟泽连斯基？而且韩国的民众已经要求说，总统赶快回来坐镇。你有专机，你不用等班机，你有专机10几个小时内就飞到了。你一回来坐镇处理问题，他说：“我用手机就可以了。”那韩国人民觉得你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对啊。那我们要问的是，那你尹锡悦为什么要跑去乌克兰找泽连斯基？我合理的怀疑是受美国总统拜登的委托。也就是说，拜登要他去看一下泽连斯基，原因很简单。你看，在这一次的北约的峰会的时候，泽连斯基被孤立了，被冷落了，而且大家都不想跟泽连斯基讲话，几乎都背着他，甚至到最后，英国已经也生气了，说我们不是亚马逊，随便你爱怎么开就怎么开，而且呢。连苏利文都说：“你应该懂得感恩吧？我们对你帮助不少嘛。”那很明显的，拜登要叫北约的盟国去支持支援泽连斯基、支援乌克兰，我觉得都叫不动了。那唯一叫得动的，那就是亚洲的那些小老弟嘛。那亚洲的小老弟，岸田文雄也给了不少钱了，所以现在等的就是你韩国也表态，你要挺乌克兰。而且你要给乌克兰一些军事上的装备，这样的话，表示你跟俄国已经划清界限了。因为原本韩国不愿意得罪俄国嘛，所以他说你要跟我要50万发炮弹，我不能给你，我不能给乌克兰，我可以给你美国，那你美国再转送他，那是你的事。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拜登就是要要尹锡悦表态，尹锡悦放弃他的人民，选择服从拜登的命令，难怪他的人民会生气，难怪他的民调会低成这个样子。不过说实在话了，好官自我当了，反正我的宪法规定我就一任嘛，你也无可奈何，我就干到底，然后尽量的使用国家的飞机，尽量出国旅游。好，严老师。我觉得这个尹锡悦这个刚才就讲说，这个一任总统没有连选的压力就是要竞选连任的压力包括台湾其实也是现在目前的民进党政府也是，就是他们连这个演都不想演了比如说尹锡悦如果今天要去乌克兰，哇，我觉得就是他去乌克兰访问，那如果他太太这个在我们讲他的夫人留在立陶宛或者在怎么去看看乌克兰在立陶宛有6万名难民你去表达一下我关心，这种画面出来是多漂亮的，对不对？就是说你看我们总统去关心乌克兰战士直接去，那第一夫人留在立陶宛，但是呢去参观乌克兰的难民住的地方，知道看看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种这种公关，但是他们现在连这种都不想做，因为无所谓所以我照样去买我的名牌的东西去看都可以。那同样的就是说在美国的也是一样，就是当你碰到他们说不连任最大，不连任什么东西都不演了，那我觉得当然你演也可以，不演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演有的时候就是说他还有一种同理心的感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但至少他还想要让老百姓觉得他是在关心。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像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可能就是连这一点他都不想演了，就是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就是那是你的一回事了。所以这个立陶宛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就看得出来，刚才这个岳谦兄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些亚洲的国家到了那边都是变成是美国的小老弟，就表示说美国大概觉得他在北约里头这些欧洲国家不太听他的话，所以我要增加我这边的这个人数来挺我。可是你看最后北约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们说这个什么东京的这个联络办事处没谱啦，根本没有谱然后韩国的记者，虽然我们也觉得说明年北约峰会这4个国家还是会被邀但是当韩国的记者联合
新闻的记者他问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去问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们欧洲国家就是觉得说，你美国就是来把你的力量引进来，想要来改变一些我们欧洲做事的方式，我觉得会很难了。那尹锡悦乐于当美国的棋子，这个也是会让韩国人很不满意。你不要小看韩国，跟台湾不一样。韩国反美的时候，真的要反美起来很凶的，他们的学生会可以攻进美国大使馆的。那台湾我们 AIT 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土地。其实台湾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美国大使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哦，是不是俄乌战事又有可能要升温了呢？因为前一阵子美国不是才要提供这个集束弹，已经让俄罗斯非常的不爽，现在又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克里米亚大桥2次被炸。那现在普京可气炸了，他就现在讲说这个桥再度遇到恐攻，这是乌克兰策划这起无意义的残酷袭击哦，将要进行相关的报复哦。那其实对于集束弹这件事情，普京就已经定调了，要以牙还牙。我们来听一下。Повторить, что произошедшее – это очередной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акт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И жестокое, поскольку пострадали, погибли ни в чем не повинные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лица. Ответ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конечно, будет. 好，可以感受出来，这个普京直接对外的喊话，将要这个有相对应的这些回应处理哦。那这次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又是谁炸的呢？这个紧急状况在昨天传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俄罗斯证实已经造成了2死1伤哦。那死者是一对夫妇，那伤者是他们的女儿，所以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刚好不幸经过啦。那我们看到这克里米亚大桥现在也会影响到俄罗斯这个军方的一些补给动作。那凌晨3点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爆炸声哦，大概是3点4分跟3点20分，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画面哦。对，这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是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的状况，所以它的桥已经是不平整的。这是经由这个民众的手机所拍摄下来，克里米亚大桥2次又遭到了炸毁哦，所以这可能会接下来再影响到现在目前的这些运补相关的一些这个后续的处理。所以这次的攻击飞弹被研判有可能是英国所提供的风暴阴影飞弹，但目前尚未获得相关的证实。可是俄罗斯就指控说，这个就是乌克兰所做的，有可能是英美合力跟乌克兰来炸毁这个大桥。因为前一阵子这个乌克兰才承认他们有炸毁了，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是乌克兰炸毁的。所以现在华府的智库是讲说，此桥受损停止通行一定会打击到俄罗斯的后勤跟补给讲那么明白，那感觉好像是谁做的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俄罗斯现在讲说是英美直接的参与这次袭击的行动。这扎哈罗就跳出来这样子讲，就说他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消息哦。那在7月9号的时候，乌克兰的副防长才承认，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就是乌克兰我们炸的呀，才大方承认完，马上桥又被炸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凶手是谁很明显哦。所以是不是导致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呢？俄乌战争会再次升温呢？俄罗斯现在要集结10万大军900战车来猛攻乌克兰吗？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消息俄军在这个利曼至库皮扬斯克好难念库皮扬斯克跟利曼这2个地方这一带来集结，然后非常强大的一个兵力人数超过了10万，然后有900辆战车，还有这个370多套的多管火箭系统已经正在集结了。那连瓦格纳都要来参与了吗？竟然被人家捕捉到说瓦格纳出现在波兰在高速公路上面狂飙有多达60辆插有瓦格纳旗帜的这个车辆开进了白俄罗斯那现在目前相关的报道，路透社讲说乌克兰跟波兰的官员证实，瓦格纳的这个
个雇佣军已经抵达了白俄罗斯，所以这个战事是不是快要升温了呢？已经到了升温的边缘，连普京都已经这么生气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不只是军事报复哦，现在俄罗斯还打算要停掉这个黑海谷物的协议，所以也会使得这个全球的粮食恐怕再受到相关的影响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从现在各种迹象看起来啊，事实上乌军的反攻啊，所谓的春季反攻啊，基本上啊战果非常有限，而且呢，俄罗斯事实上某种地方还比较占上风。那所以整个的这一次几个事件看起来，就是因为乌军的反攻看不到成效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集束弹，因为集束弹显然是要增加乌军的攻击能力。那如果现在攻击能力够的话，何须集束弹这样极具有争议的一种武器？因为120多个国家都签约反对这种使用武器，它的道德上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美国居然甘冒世界大不讳使用集束弹，那西班牙、英国都表示反对，保留，国际社会也一片哗然。那为什么要决定使用集束弹？就战场你没有进展嘛，没有进展，所以乌军要获得进一步的战力，美国就让他用集束弹。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战事很顺利的话，还需要对于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进行这种恐怖攻击式的这种攻击。那而且自己站出来说是我做的。那这些部分我觉得都显示在主战场上面事实上乌军事实上面临蛮多的问题的。最近我看了一篇这个 CNN 的记者专访，因为美国刚从战场就是说俄乌战场回去的专家那么他的看法是说基本上这个现在乌军要反攻的这个能力非常有限，进展非常有限。基本上也就是说，第一个乌军没有制空权，那第二个呢，现在在战场上很多都是怎么样，都是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无人飞机，在用无人飞机在进行攻击，那个就是无人飞机上面直接投炸弹，投下面的阵地，还有就是敌方的坦克车。那你要进入到两军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壕沟中间有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要缓冲的地带，那要进入这个地带就非常危险。所以乌军事实上他们自己的报道前几阵还说我攻了一个村庄。那后来又说我又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攻，可见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往前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乌方也曾经说过，他们的进展是以公尺来计，所以现在这场战争看起来乌军从要反攻俄军变成在自己阵地里面防守看起来乌军的进展非常有限，所以才会有这个集束弹来改变战场状况的一个做法。另外一方又要进行恐怖攻击进行对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攻击都是显示乌军在战场上失老兵疲久战无功之下另谋他途。所以这场战争事实上现在来讲的话除非任何一方要改变使用的武器，改变战术，要不然的话就是停留在那边，很难有突破。那任何要改变武器或者使用的战术改变的话，都很可能让这场战争升级。那以现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美国是不希望这场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所以才会用集束弹试图把这场战争继续维系下去，继续升级下去。所以最后苦的呢，基本上还是乌克兰的老百姓。赖老师，我们观众朋友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它是民生跟军事两用的战略性的桥梁，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横越刻赤海峡，也就是说从俄罗斯的本土，那么横越海峡以后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它本身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跟俄罗斯本土之间的来往，还有物资的运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重要桥梁。大量的物资都是从这条线送到克里米亚半岛，再从克里米亚半岛往北送到赫尔松，再从赫尔松往北送到扎波罗热。那这整块地方是俄罗斯所占领的、所控制的一个地方。目前来讲，乌克兰就是在攻打这个扎波罗热，
那么多次的想越过第聂伯河去攻打他的赫尔松这个地区，因为这2个地方是屏障克里米亚半岛最重要的2块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乌军的这个做法基本上来讲是有它的军事的价值，但是问题就在于它很难把它炸断。那我们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截面上断掉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桥梁，他们基本上并不是工人在那边绑钢筋水泥，而是在地面上都已经做好了一段一段以后，再把它拉过去吊上去，直接组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俄国要修补这条这个大桥，可能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它即使会对于这些军事物资的资源会有一些迟滞的作用，但是效果没有办法达到他们所要的。可是它会带来的就是报复性的行动。我们看到在第一次是用这炸药车去炸这个大桥的时候，俄国的报复行动是轰炸这个基辅，而且炸到总统府附近的几栋建筑物，这是属于象征性警告跟示威性的，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那么他下一次在攻打的时候，直接炸掉这个基辅的总统府的办公处所，或者总统府或者国防部的整个大厦，我觉得这个是已经不能排除了。最后一点，由于黑海的这个粮食的协议终止了，那乌克兰要把粮食往外输出的话，它的运输成本会升高，粮价绝对会往上涨。如果他走陆运，经过波兰、欧盟的波兰的几个国家重新再起争执的可能性又会发生。严老师，第一个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战争比较像1次大战的壕沟战一样就是僵在那里，大家这个整个的就是战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动有的时候我们讲，当时德国跟法国就拖在那里，也是大家会一开始也认为说，这战争会不会很快结束？结果没有，一阵子完了以后就开始变成是一个壕沟战、焦灼战。那我觉得乌克兰现在也是一个焦灼战，所以碰到焦灼战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点特别多的一个优势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突破，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就是在援助这些这个各种不同的武器也好，或者说这个战士也好，那对俄罗斯来讲，当然他今天希望就是说能够至少保持他在这个乌克兰战场的优势。如果还要未来有和平谈判的话，他可以要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可以至少第一个保住克里米亚还要的嘛，第二个可能乌东地区都要。那泽伦斯基按照他在北约峰会什么就讲了，他大概就是不会做任何的妥协，但是泽伦斯基也了解到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拜登讲得很明显，说你没有对不起你在这个没有结束战争之前，我们不会邀你入会那你就等于一定要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才有机会进去，未来才有可能有保障。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打到一个优势，然后能够让他跟普丁有一个协议的谈判一个有点优势，但是也非常难。所以如果说今天真正可以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我看唯一的办法还是从联合国出发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土耳其、以色列、中国什么都有提一些解决的方案，但大概都很难。那只有联合国比较有机会，就是说你让这个可能这个乌克兰要的是回到战前状况，搞不好要回到2014年战前状况，那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要拿回去了，乌东也要拿回去，俄罗斯是不可能让步。那如果说按照现有的就不能再多了，那就表示前面又乌东地区就被俄罗斯拿走，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乌东地区交给联合国管然后10年之后来搞一个公民投票。那这个10年之后，说不定普丁也过世了，泽伦斯基也下台了，对不对？那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解。但是你定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表，就有机会解决嘛。那我觉得联合国要出面，真的是。那有可能吗？这个方案，美国会不会不同意？美国当然不同意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唯一可以达成就是停火协议然后不要再继续有战争的一个方式。欢迎
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史界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立刻看一下现在蓝绿白的外交角力哦。布林肯是证实了赖清德要过境美国，那不具名的发言人也暴露出来说，侯友宜也准备要访美哦。那这个布林肯的讲法是说，因为马上北京就有所反应嘛，他说，台湾的副总统过境有很多次的前例哦，北京不应该借故挑衅。那不具名的国务院发言人讲到说，这一次这个侯友宜也会在秋季初来出访美国，那美方会谨守不偏不倚的原则，不会偏袒任何的参选人或是政党。那这个赖清德提早公布出来这些出访啊，这些消息哦。我们看《中国时报》讲说，美国未必会配合演出哦，因为美国正在积极促成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希望能为这个拜习会来铺路。在此之前，其实美国不太希望因为台湾的问题哦，让这个中美之间再有一些摩擦，所以这个赖清德的访美，应该对于美国来说，尽可能保持低调来处理。那对于这个侯友宜来说，除了访美的消息之外，他这个月底也打算要访问日本哦，要见前首相麻生太郎。那由于现在目前这个总统大选正打得火热，为了避免国内发生一些内乱，所以侯友宜出访的时间不会太长哦，会指导黄龙以东京为主。那这两位都已经释放出来即将出访美国或日本的消息哦。柯文哲在今天上午去到了广播节目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透露，他说 AIT 最近也问他，那问他什么呢？问他说，上次你是以普通人身份访美啊，现在变成总统候选人，要不要再来访美一次哦？所以他坦言现在正在考虑2度访问美国。所以看到了柯文哲、侯友宜、赖清德轮番出访啊，都要秀外交的手腕。那我们来整理整理，侯友宜是8月去日本，9月去美国；柯文哲8月6号党庆结束之后会访问新加坡、菲律宾跟越南，那还包含了赖清德也即将要过境美国。所以现在对于台湾的这场选举来说，好像美国跟日本的角色都扮演非常重要角色。那中国大陆同样也是哦，谁跟这个对岸的关系、两岸关系能够处理得好，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看今天也被大家聚焦的一个消息，就是川普是不是讲了一句大实话？他提到他说他跟习近平很熟，这个我们是打一个问号。他说他喜欢台湾呐，那他说拒绝表态保卫台湾，而且抱怨台湾呢，他说半导体的工作都被台湾给抢走了，早该对台湾苛征关税了呀！哇，真是语出惊人啊！原来他对于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不谅解哦。那我们看一下。他说，不会表明美国是不是该保护台湾，因为台湾你们很坏啊，这是我自己的家的话。他说，台湾拿走了我们这个半导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跟台湾征税，然后要建立贸易的壁垒，所以不是这个中美贸易战了，变成台美贸易战都有可能哦。如果接下来川普上任的话，那为什么川普会突然转变呢？其实当时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民进党是押保川普的结果后来那时候很多人的意见都是说，民进党你不应该那么明显的押保啊，你万一拜登当选怎么办？后来拜登当选，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民进党也倒向了这个拜登哦，所以是不是变成惹怒了川普，惹怒了共和党阵营呢？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南海这边，现在也是兵凶战危哦，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中国大陆的怪兽级的这个军舰现身到仁爱礁。中国的军事评论河东三叔有提到，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这个中国海警9501排水量达到1.2万吨，堪称怪兽级别的这个海警船那抵达了这个仁爱暗沙之后，已经和海警4203船还有32艘的渔船都汇合了，所以是不是显示出来中国大陆已经改变了战术未来将会对于菲律宾的补给船实施拦截，或是封锁这个仁爱礁相关的一些通道，甚至进一步的限制或是截断呢？这个是来自绿媒转述了这相关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最近巧巧的，突然之间无消无息，大家就突然看到，杜特地怎么去访华啦？因为先前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来还跟习近平见上面了，所以习近平跟杜特地的碰面，然后说，希望这个为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两国之间的友好发挥重
重要的作用，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菲律宾感觉起来好像现在小马可仕是比较跟美国又走近了一些。明明今年初这个菲律宾算是这个中国大陆开国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外国的元首，怎么现在两国的关系因为这个小马可仕的态度有点转变，开始又变得有点紧张，所以杜特蒂的访问显示出来，菲律宾还是希望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不要跟中国大陆交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立场哦。那除了这个习近平之外，王毅也有跟这个杜特蒂紧急的就算是有一个见面啦，就是感觉上面好像是要菲律宾急派特使来缓和南海的一个局势哦。那中俄现在目前联合演习竟然也到了这个日本海这边哦。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部也发布了中俄两军在日本海中部进行北部联合2023的演习，让这个日本这边非常的紧张哦，讲说怎么直接已经杀进了这个日本海来进行相关的演习啊？原本前一阵子都是这样绕啊绕的，结果现在已经在这边你家门口直接进行相关的演习，也让日本非常的紧张哦。所以美国的盟友们现在都很担心啊，是否会跟美国共同防御台湾？现在日本的态度跟外界的想象好像有一些落差出来了。岸田文雄的讲法是说，必须在军事的威慑跟应对能力上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军备。他说，主要是为了自卫啦，自己防卫自己哦。那美日呢，虽然频繁的密商，应该要应对这个台海的战争的计划，但是还没有确定日本是不是会应战哦。甚至我今天还看到日本的兵推就说，如果说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海的问题的话，日本甚至要去反攻中国啊，有可能吗？日本有这么大的一个底气吗？所以华盛顿现在敦促日本的军队要负责台湾周边搜寻中国的这个潜艇的任务，但是现在日本还不肯给华盛顿任何的承诺啊。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这次赖清德过境美国啊，这一次在绿媒里面绿色的这个报纸里面他今天做头条，但是我注意到他的标题的做法非常的内敛跟保守。他说蔡清德要去参加友邦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会过境美国，这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以前的用法都是蔡清国出访美国这个要造访要访美这些作为头条的标题来做，这次摆明了叫过境。那过去他们这些绿媒除了过境还要加一个过境外交，那这次连外交也没有了，就是过境美国。那可见事实上赖清德这次出访美国美方已经画上了很多红线，包括这个赖清德阵容怎么来做用这一场过境美国来做选举文宣。我想在这个部分赖清德因为前2次没有经过美国同意消费美国，而且把美国跟他的建国独立的思想给他怎么样结合起来，这对美国来讲是大忌啊！你今天你在国内选举，你在消费美国，美国人是这样让你随便消费的过去陈水扁也这样干最后陈水扁被那个谁被小布希用3字星 K 对然后最后一次陈水扁过境美国，你猜在哪里过境？在阿拉斯加。而且呢，最初是根本不准他下飞机1个小时在那边加油就请他走人了。那赖清德要小心美国是以自己的利益美国自己的政策考量，不是让你随便消费的。所以他说什么消费呢？他说我这场选举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选择。美国在想说，你选举跟我华盛顿什么关系你有得到我允许就这样子把我华盛顿拿出来使用我有同意吗？你要搞清楚我不支持台湾独立我是一个中国政策对不对？蔡清德这种信口胡言，在我台美关系上已经制造一个很大阴影。另外他还想什么？他说我们的政治目的就达到了，什么时候达到？就是他以台湾总统的身份进入白宫。人家美国讲说，我没有让你来白宫你也不可能来白宫你为什么老是扯我？你选举来扯我，那你这次让你到美国来，你还不抓紧机会？在美国大意利用美国作为他的选举文宣，所以我觉得他这些记录正好加深美方对他的这种负面印象。第一个意识形态极重，对这个第二个一意孤行，第三个无知。
这种说法在国际上，在这种国交上是一种无知的，是一种傲慢的，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是美国人最怕的一种台湾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像总统的这种人物。所以呢，我觉得赖清德你就看着好了，这次他到美国我觉得美国当然不会太为难他，因为美国起码要在3个候选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也不会说太提升哪一个，太贬义哪一个。可是呢，我觉得以这一次绿色纸上媒体做的这个标题来看就他们已经有所收敛。这个跟赖清德自己无知之下另把美国拿来做他的选举工具跟消费这种有损台美关系的做法，这个他等于说是自食恶果赖老师。柯文哲上次去美国，我想美国的情报不会做得很差尤其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情报，做的是很深入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柯文哲到美国去，主要是因为他要选总统？对，怎么会不知道？当然知道嘛。那为什么柯文哲自己要爆料说，AIT 又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是总统候选人了，我们要再度邀请你。我觉得 AIT 要出来讲话。是不是柯文哲现在的民调爬到第2名了？然后你们开始对于柯文哲有不同的评价了？那很明显的就是你介入了台湾的选举美国怎么可以介入台湾的选举？所以柯文哲等于是把 AIT 的内部的消息透露出来，说美国介入台湾的选举，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事。而柯文哲怎么可以让美国人介入台湾的选举？这有失于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格调。你怎么可以让美国人介入我们的选举？你的选举不是向美国人负责，你的选举是向我们台湾人负责。那你要不你就是在蹭美国人说，你看美国人现在押宝押在我身上了，所以他主动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美国去。那这个怎么还得了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所有的动作基本上都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你的选举是为我们2300万人负责。你不为美国人负责，你也不应该说认为这个我现在已经是排名第2了，所以 AIT 打电话给我，那哪一天你又掉到第3名 ，AIT 是不是就说你不要来了就够了？那你要去就赶快去你要趁你还第2名的时候，哪一天你掉到第3名 ，AIT 就说我们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处理你了就请你晚一点过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尤其是私通的一些电话中，有的时候还是保留一点比较好去蹭美国也没意思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是柯文哲在蹭美国，说美国很重视我我觉得这样子不好。我们台湾人有我们台湾人的尊严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尊严丢在地上糟蹋了。川普讲错话了。半导体不可以课关税，他不可以单独对台湾课关税，而且美国是半导体的出口大国美国是半导体的出口大国之一，那他课关税的话，那其他国家也可以对他扣关税帮个忙，当了4年的总统不要还是像一个房子的建商一样就是不要只会盖房子来卖。他只是想表达对台湾不爽而已。对于科技界要有点了解了对于关税要有点了解。我想这个是柯文哲要做的，不是柯文哲。你把川普跟柯文哲划等号。川普要做的事，他们2个是有点特质是有点很接近的所以年轻人很喜欢嘛或者是说这些川粉很喜欢，就像柯粉很喜欢一样。那川粉跟柯粉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呢？观众自己判断但是我们都知道。川粉是很极端的而且是很右翼的有点民粹主义的那我们希望柯粉不是这样我们当然很内心里面充满了期待。我觉得杜特地到大陆去访问，其实是中国在管控危机因为南海的局势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对，小马可仕很明显的已经偏离了杜特地的方向，而当初小马可仕是答应杜特地会延续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延续对美国的政策。但是现在看起来小马可仕在转向，杜特地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其实会产生牵制的作用，因为杜特地的女儿已经跟小马可仕已经分开了。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的内部里面几股力量在拉扯。最后一个就是
日本海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的练兵场，会成为一个常态。好，我们来问一下严老师。我想赖清德要去美国访问呢，他前一阵子还提到要进白宫啊，其实他是有机会进白宫的草坪啊，因为白宫我们有一个小人国有个白宫，但他大概进不了那个白宫。但是旁边的草坪，他可以进啊，就在桃园，不是很远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进白宫的草坪啊，因为白宫他真的钻不进去了，太辛苦了。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这个过境的时间点啊，就是当然是有一个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是不错的啊，可是你在这个之前这些话讲的一些话，那会让美国政府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你。能够就是在跟你的侨界的互动也好，或者跟我们政府关系的时候，又拿来做大内宣啊，或者说有一些对美国来讲比较敏感的议题。刚才我们前面主持人也介绍美中之间还要继续要有互动嘛。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节外生枝啊？那而且我刚才也提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刚才介大使也提到也没有变过啊，然后美国也不支持台独。那你刚好碰到一个赖清德，他要转，可能比7、8年前蔡英文要难一点，因为蔡英文的那个台独跟民进党的渊源没有这么深，所以蔡英文在2012年访美的时候没有讲维持现状所以就落选了。2016年他学到一个功课，赶快讲要维持现状。那我觉得赖清德现在也学蔡英文讲说要维持现状，可是对美国来讲，他们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这次去，然后如果说真的只有一个侨界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确实没办法发挥太多对他来讲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加分的了。但是至少还是有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可是呢，又回头来想说，包括刚才柯文哲还在这边好像自鸣得意，觉得说美国还要邀请他。那刚刚侯友宜也说要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好像我们台湾选举都一定要去跟美国报告然后一定要被他们面试一趟。那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台湾的尊严也好，或者我们台湾的独立性在哪？因为我们常常在台湾会讲说我们是非常主权独立的，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选举不往美国跑，好像就没办法选？一定要获得美国这个爸爸的同意好像至少不反对你才有机会。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政治非常扭曲的一部分。对，那我也希望以后大家不要谈。那我觉得最简单一个就是看我们这3位候选人，叫他们对现在 AIT 扩建的做一个说明，他们的立场如何，他们赞不赞成？我觉得光看这一点就可以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独立自主性了。这个我再补充一下，我刚刚有提到的说日本会反击中国大陆，其实是今天这个《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他就说现在这个台美日兵推首次设定就是日本要反击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民间的智库，来自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他们在上个周末举行为期2天的兵推也就是说现在日本都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叫板了嘛，要进行相关的反击了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总统的候选人不但是要问这个美国的意见，连日本的意见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了嘛。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